大家好，我是杨堂主。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蒙古汗国察合台汗国。这哥们儿可太有意思了，他不像元朝那样一统中原，也不像金帐汗国那样纵横东欧，更不像伊利汗国那样文艺范儿十足，但他偏偏是蒙古四大汗国里最长寿的一个，足足活了453年。你没听错，从1225年成吉思汗分封，到1678年准噶尔汗国最后终结其残余势力，这货比明朝276年加清朝268年的一半还多，简直是蒙古帝国的老不死代表。很多人可能对察合台汗国没什么概念，觉得它就是蒙古帝国里的小透明。但我告诉你，这小透明可不简单，它夹在元朝、金帐汗国、伊利汗国和印度之间，硬生生在中亚这块四战之地打出了一片天，还创造了独特的察合台文化，影响了后来的乌兹别克、哈萨克等民族。今天咱们就用30分钟把这个草原小强的前世今生扒得明明白白，保证让你笑出眼泪，还能长知识。话说1225年，成吉思汗打完第一次西征，感觉自己地盘太大了，儿子们又个个不是省油的灯，于是大手一挥，搞了个分封制。这操作跟周天子分封诸侯简直如出一辙，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预见到后来的春秋战国局面。成吉思汗把帝国分成了4块，老大术赤分到了最西边，后来变成了金帐汗国；老二察合台分到了中亚，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察合台汗国；老三窝阔台分到了蒙古本土和新疆北部，后来成了窝阔台汗国；老四拖雷分到了蒙古本部，后来他儿子忽必烈建立了元朝；伊利汗国则是拖雷另一个儿子序列兀建立的。这里插一句，成吉思汗这分封简直就是埋雷操作。你想啊，4个儿子各占一块，都有兵权，老爹在的时候还能镇住场子，老爹一死不打起来才怪。果然后来4大汗国互相掐架，比权力的游戏还精彩。而察合台呢，作为老二分到的地盘，说好不好，说坏不坏。中亚这块地方正好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界处，北边是草原，南边是绿洲，东边是元朝，西边是伊朗，简直是四战之地。但也正因为这个位置，让察合台汗国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二传手，这也是他能活这么久的重要原因。察合台这个人，史书上说他性严谨，习法律，说白了就是个老实人，或者说是妈宝男，特别听他老妈拿二铁的话，对成吉思汗也特别孝顺。但你别以为他老实就好欺负，这家伙打起仗来可是一点不含糊，西征的时候跟着老爹横扫中亚，杀人放火那是家常便饭。不过察合台有个致命缺点，跟老大术赤不对付，两人就像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和猪八戒，见面就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术赤的血统有争议，当年底儿铁被蔑儿乞人掳走，回来后不久就生下了术赤，所以察合台一直怀疑大哥不是亲生的，动不动就喊他蔑儿乞野种。这种矛盾也为后来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的百年恩怨埋下了伏笔。1227年，成吉思汗去世，窝阔台继承大汗位。察合台作为二哥，表面上支持窝阔台，实际上心里肯定不爽，凭什么老三能当大汗，我老二不行？但他还是很识时务的，主动向窝阔台行君臣之礼，保住了自己的封地。这波操作我给满分，毕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察合台在位期间，1225到1241年，
主要做了3件事：一、制定法律。他根据蒙古习惯法和伊斯兰教法搞了个察合台札撒，相当于公司的员工手册，规范了汉国的治理。二、巩固地盘。他把首府设在阿里马里，今新疆霍城附近，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中亚的国际化大都市，相当于今天的上海。三、培养继承人，他去世后，儿子哈拉旭烈兀继位。但这里出了个小插曲，窝阔台大汗觉得哈拉旭烈兀太年轻，想让自己的儿子贵由继承察合台汗国。这操作就像公司董事长想把分公司交给自己儿子，完全不把创始人的遗愿放在眼里。结果呢，贵由还没来得及去察合台汗国上任，窝阔台就去世了。蒙古帝国陷入了汗魏争夺战，最后拖雷的儿子蒙哥胜出，成为新大汗。蒙哥一上台就把贵由的任命作废，让哈拉旭烈兀继续当察合台汗。这波拨乱反正也让察合台汗国暂时稳定下来。哈拉旭烈兀去世后，他的妻子兀鲁忽乃可敦，可敦就是皇后，成了垂帘听政的太后。这在蒙古历史上可是少见的女人当政，而且一当就是10年，这简直就是蒙古版的武则天啊！但好景不长，窝阔台的孙子海都，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跳了出来。海都觉得蒙古大汗的位置应该是窝阔台家族的，于是联合金帐汗国跟元朝和伊利汗国对着干，还想吞并察合台汗国。海都这哥们儿堪称蒙古帝国的搅屎棍，一辈子都在搞事情。他先是支持巴剌，察合台的另一个孙子，夺取察合台汗位，然后又联合巴剌攻打伊利汗国。但巴剌后来翅膀硬了，想摆脱海都的控制，结果被海都打得大败。巴剌死后，海都立巴剌的儿子笃哇为察合台汗，从此察合台汗国成了海都的附庸国。这里要重点说一下笃，哇，这哥们儿绝对是察合台汗国的中兴之主，相当于清朝的康熙皇帝。他表面上对海都言听计从，暗地里却在积蓄力量。1295年，海都去世，笃哇终于等到了机会。他先是跟元朝讲和，然后出兵攻打窝阔台汗国。1310年，笃哇的儿子切伯彻底吞并了窝阔台汗国，察合台汗国的领土达到了顶峰，东起新疆，西到伊朗，南抵印度，北至哈萨克草原，简直是中亚一霸。笃哇和切伯父子俩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，把汗国的统治中心从阿里马里迁到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，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察合台汗国从一个游牧国家开始向农耕国家转型了，就像一个开烧烤摊的突然转型开了家5星级酒店，这步子迈的可真够大的。切伯之后，察合台汗国迎来了一个奇葩，大汗达尔麻失里。这哥们儿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1326年，他公开皈依伊斯兰教，这在蒙古贵族里可是大逆不道啊！因为蒙古人传统上信仰萨满教，后来又接触了佛教，突然有人改信伊斯兰教，就像今天一个老党员突然信了邪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达尔麻失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其实很简单，他想拉拢河中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的穆斯林贵族，巩固自己的统治。但他忘了，汗国东部今新疆的蒙古贵族还坚守着游牧传统和萨满教信仰，他们对达尔麻失里的行为极其不满。于是察合台汗国开始分裂，西部以河中地区为中心，是穆斯林聚居区，支持达尔麻失里；
东部以阿利马里为中心，是蒙古游牧部落聚居区，反对达尔马失里。两边就像夫妻吵架，越吵越凶，最后干脆离婚。1346年，西部的何赞算端被杀，东部的突黑鲁铁木儿继位，察合台汗国正式分裂为东察合台汗国和西察合台汗国。这操作简直就是蒙古版的南北朝鲜啊！这里要插一句，达尔马失里的结局很惨，被东部贵族杀死，还被骂作叛徒。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里，搞一刀切的宗教政策绝对是自寻死路。西察合台汗国占据着河中地区这个肥肉，本来可以好好发展，结果却成了扶不起的阿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的突厥贵族势力太大，汉位更替比翻书还快，短短24年里换了10个大汗，这简直就是宫斗剧的现场直播啊！而真正掌控实权的是一个叫何扎罕的突厥贵族，他就像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曹操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想立谁当大汗就立谁，想杀谁就杀谁。何扎罕死后，他的儿子乌巴都拉继承了他的权力，但能力远不如他老爸。就在西察合台汗国乱成一锅粥的时候，一个狠人出现了铁木儿。这哥们儿是突厥化的蒙古人，出身卑微，却是个军事天才。他先是投靠乌巴都拉，然后一步步夺权。1363年，他废黜了西察合台的大汗，立了个傀儡。1370年，铁木儿干脆自己当苏丹，建立了铁木儿帝国，西察合台汗国就此灭亡，享年24岁，比短命鬼秦王朝还短。西察合台汗国的灭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当权力掌握在权臣手里，皇帝就成了摆设，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。和西察合台汗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察合台汗国，这哥们儿简直是蒙古帝国的小强，打不死熬不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做了2个关键决策：一、宗教融合。1354年，东察合台的大汗突黑鲁帖木儿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，皈依伊斯兰教。而且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信，还带着16万蒙古士兵集体入教。这波操作简直就是大手笔啊！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因为东察合台汗国境内大部分是穆斯林，蒙古人只占少数，要想统治下去，必须跟当地文化融合。突黑鲁帖木儿的这一决策虽然引起了部分保守蒙古贵族的不满，但却让东察合台汗国获得了当地穆斯林的支持，巩固了统治。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在少数民族地区搞民族融合比搞民族隔离要高明得多。2、扎根西域，东察合台。汗国没有像西察合台那样盲目扩张，而是专注于经营新疆地区，这里是丝绸之路的枢纽，贸易发达，经济繁荣。而且东察合台汗国还保留了蒙古人的游牧传统，同时吸收了维吾尔族的农耕文化，形成了独特的蒙兀儿文化。东察合台汗国后来又分裂成了几个小汗国，比如叶尔羌汗国、吐鲁番汗国等，但他们都尊察合台后裔为汗，形成了家族联邦。直到1678年，准噶尔汗国灭亡了东察合台汗国的最后一个残余势力，察合台汗国才算彻底退出历史舞台，享年453年。可能有人会问，察合台汗国这么折腾，到底给历史留下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他的贡献可不小。1、文化融合，
察合台汗国创造了察合台语和察合台文，这是一种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影响下形成的突厥语，后来成了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柯尔克孜等民族语言的前身。就像今天的英语吸收了法语、拉丁语的词汇，成了世界通用语言。2. 宗教传播。察合台汗国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新疆地区的重要推手。突黑鲁帖木儿的皈依让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广泛传播，改变了当地的宗教格局，这也为后来清朝统一新疆奠定了文化基础。3. 贸易枢纽。察合台汗国控制着丝绸之路的中段，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。当时的阿利马里、撒马尔罕等城市成了国际化大都市，商人云集，文化交流频繁，这简直就是古代的一带一路啊。4. 民族融合。察合台汗国时期，蒙古人、维吾尔人、突厥人等多个民族相互融合，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，比如乌兹别克族、哈萨克族等。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任何想阻挡这一趋势的人都将被历史淘汰。最后，咱们来总结一下察合台汗国能活453年的长寿密码。1. 地理位置虽然是4战之地，但也让它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二传手，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精华。2. 宗教包容，没有强制推行蒙古人的萨满教，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，采取了不同的宗教政策，实现了和而不同。3. 文化融合，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，蒙古文化和突厥文化，萨满教和伊斯兰教相互融合，形成了独特的察合台文化。4. 政治灵活，当中央权力衰弱时，采取分封制，让各个小汗国自治，保持了国家的统一。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，必须做到开放包容、与时俱进，不能固步自封，更不能搞一刀切的政策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察合台汗国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或分享给喜欢的朋友，谢谢。我是杨堂主，咱们下期再见。